美情报：普京目标吞并整个乌克兰，乌军反击增强，库皮扬斯克推进，欧洲走向备战，对俄强硬升级。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华盛顿正在反复敲响同一个警钟。美国情报部门的最新判断是，普京发动俄乌战争的目标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变过。这场战争不是为了谈判筹码，也不是为了当前这点战果，在他们看来，普京真正想要的是整个乌克兰，以及那些曾经隶属于前苏联的欧洲地区。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迹象让外界越来越难以相信这只是一场有限战争？普京又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首先，从情报层面的判断来看，这种警惕并非临时起意。路透社12月19日引述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早在今年9月完成的一项评估中，就已经明确认定，普京的战略目标并未发生改变。这一结论意味着，俄军目前控制的大约20%的乌克兰领土，在美国情报系统眼中只是阶段性进展，而绝非终点。而这一判断很快在国会层面得到了呼应。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籍议员奎格利随后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持续掌握的情报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普京觊觎的远不止眼前这些。更重要的是，这种判断并不只是华盛顿的单方面结论，欧洲领导人对此同样心知肚明。在欧洲内部，这种担忧甚至更加具体，也更加迫切。奎格利特别点名提到，波兰方面对此非常确定，而波罗的海国家的判断则更冷静，也更现实。如果冲突继续推进，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最先承受冲击的一线国家。正因为如此，哪怕战场进入拉锯阶段，哪怕关于谈判的声音不断出现，欧美对俄罗斯的警惕依然没有任何松动的空间。与此同时，来自莫斯科的表态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安。就在12月18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普京在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公开表示，如果对抗方背后的海外支持者拒绝进行实质性对话，俄罗斯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其所谓历史上的解放。这句话一经抛出，立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它究竟在指向哪里？按照相对常规也相对保守的解读，这番表态的指向已经明显外溢。它很可能不再局限于顿巴斯地区，而是把目标扩展到完整的乌东四州，而不是停留在此前的有限范围之内。但问题在于，如果这句话只是为乌东四州服务，那仍然属于战场目标扩大的逻辑，虽然危险，但边界相对清楚。真正让局势性质发生变化的是另一种可能。如果历史上的解放被用来为强行拿下整个乌克兰背书，一个拥有联合国正式席位的主权国家，那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不再是地区冲突，而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因为一旦这种逻辑被接受，今天可以用历史王国的说法吞下乌克兰，明天会不会轮到中亚5国，后天白俄罗斯、波罗的海3国，是不是也都可以被纳入同一套叙事当中？这也正是为什么普京这番话在华盛顿和欧洲听起来远不只是一次强硬表态，而是一个必须高度警惕的战略信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周末新一轮围绕乌克兰战争的对话磋商在美国城市迈阿密正式启动。与此同时，俄罗斯负责经济事务的特使迪米特里耶夫20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确认自己已经启程前往迈阿密。几乎同一时间，乌克兰代表团以及多国欧洲代表也已经现身当地参加相关谈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轮谈判正式启动的前一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先一步把气氛定了调。12月19号，普京在一场持续数小时的所谓直播年终记者会上，再次把战争责任推给他口中的对手，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过去3年多的那套说法。也正是这场讲话，让外界普遍判断，这次迈阿密谈判恐怕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战争已经打了将近整整4年，但普京在记者会上依然坚持称，这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不是战争。他坚称冲突并非由俄罗斯发起，并祝贺俄军正在前线全面推进，
不断在乌克兰夺取新的地盘，甚至还表示，他相信在年底之前，俄军还会取得新的胜利。当现场一名美国记者直接问道，他个人是否需要为这场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负责时，普京的回答也非常明确，他不认为俄罗斯需要承担责任。他再次强调，冲突突然爆发的责任在乌克兰一方。不仅如此，普京还抛出了一个听起来像条件的说法。他表示，如果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俄罗斯将在投票当天停止对乌克兰纵深目标的打击。在这种完全颠倒因果的战争叙事中，普京显然认为结束战争的责任并不在俄罗斯手里，而是在乌克兰以及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手中。他也顺势向这些国家发出看似克制但含义明确的警告，只要尊重俄罗斯，尊重俄罗斯的利益，就不会有新的特别军事行动。换句话说，在迈阿密新一轮谈判启动前，普京政权没有释放任何让步信号，甚至连象征性的空间都没有留下。而另一边，美国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此前，美方多次对外表示，相关谈判正在越来越接近和平。但就在迈阿密谈判启动前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一番表态，明显为这种乐观情绪降了温。卢比奥在他的年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不会强迫乌克兰接受和平，也不会强迫俄罗斯接受和平。最终必须是俄乌双方自己达成共识。美国能做的是搞清楚哪些条件是乌克兰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俄罗斯可以接受的，然后看看是否有可能缩小双方的差距，推动某种共识出现。这番话听起来更像是一种现实表态。在立场依旧强硬、分歧依然巨大的情况下，迈阿密的这轮谈判更像是一场试探，而不是终局。自二战结束以来，以吞并土地为目的的扩张主义侵略已经明显退去，而发动战争以吞并一块新的土地似乎也成为了历史的翻页，成为了一种过时的冲突形式。但是这一既定原则现在正受到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严峻考验。普京在今年2月份进行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并称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制造的。在那次演讲过去的几天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随着俄罗斯坦克启动并越过乌克兰的边境，俄罗斯总统也许是在执行一项旧时的目标，那就是彻底从地图上抹除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乌克兰。分析认为，如果国际社会允许俄罗斯吞并乌克兰或者吞并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并开始使用武力改变国际边界，将会爆发大量的战争。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国家都将面临被从地图上抹去的危险。这种现象被称为国家之死，即一个国家失去对其外交政策的控制，转而被另一个国家控制，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国家自愿放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作为独立国家的行动。总体而言，在1816年至1945年期间，平均每3年就有一个国家消失。在此期间，世界上近1/4的国家都在其历史的某个时刻遭受了暴力死亡。敌人的军队入侵了这些国家的首都，并且吞并了他们的土地，而这些国家也无法再在国际秩序中作为独立国家而开展行动。分析表示，如果普京成功推翻了乌克兰政权并以亲俄政权取而代之，那么他可能会公然改变该国的政治制度，并对乌克兰人民造成严重的打击。但也有分析认为，普京在寻求的不仅仅是在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内建立一个亲俄的政权，或者夺取该国的部分地区，因为他在言论中质疑了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的合法性。最终，他可能会寻求重新绘制欧洲地图，并恢复俄罗斯的部分旧日荣光。而如果普京走到了这一步，那么尊重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世界的反应。幸运的是，世界各国对俄罗斯当前军事行动的反应表明，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保护这项原则的共识。西方主要国家目前对俄罗斯怀有敌意，而较小的国家则对乌克兰的命运感到担忧，而这项共识已经体现在前所未有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洪流中，以及为提供支持和救济而发起的捐款运动，还有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2025年12月21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1397天。整体来看，前线依旧处在高强度拉锯之中，但多个方向已经开始显现出明显的消耗差异。苏梅方向，俄军继续发动进攻，却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战线基本原地踏步。相比之下，波克罗夫斯克依然是当前最焦灼也最残酷的主战场之一。乌军要么继续推进，要么死守阵地，而俄军则采取不计代价的正面压迫，人员和装备损失极大。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已经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这意味着一旦战场态势出现变化，乌军在这里随时可能调整打法，甚至改变整体战术节奏。在扎波罗热方向，乌军仍在持续阻止俄军向胡利亚波列推进，并在扎波罗热西部不断加固防线。不过，胡利亚波列附近的局势正在变得紧张。库皮扬斯克方向则对乌军较为有利，乌军沿 P79公路稳步推进，并发动更多反击行动。俄军在这一带遭遇了明显损失。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俄军试图突进，但未能成功，其突击队被乌军全歼，损失惨重。恰西夫亚尔方向，乌军消灭了一支约20人的俄军步兵小队，并动用坦克直接打击俄军集结地，打击效果明确。与此同时，在哈尔科夫、博罗瓦、斯拉维扬斯克、莱曼、西维尔斯克、科斯蒂安蒂尼夫卡以及赫尔松等方向，双方依旧是你来我往的攻防，接触线总体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进一步来看库皮扬斯克，乌军正在同时向郊区南北2翼的俄军施压。乌军第68旅发布战报称，俄军各师的防御和进攻正面正在被不断压缩，原本15到20公里的正面宽度，如今已被挤压到5到10公里。第68旅以及2个国土防卫旅已经赶到战场，持续对俄军进行战术压迫。在康斯坦丁尼夫卡至恰西夫亚尔轴线上，乌军地面部队在坦克支援下由西向东收复失地，战局正在向对乌军更有利的方向发展。而在焦点战场波克罗夫斯克，俄军的进攻动能在达到顶点之后开始回落。此前控制波城北部的乌军已经越过铁路，将战线推进到铁路以南。同时，大米城，也就是米尔诺赫拉德的乌军已将俄军逐出市区。双方昨天的激战主要集中在南郊，打到最后又回到了起点。目前战场数据显示，乌军控制约16平方公里，俄军控制约13平方公里，整体仍处在高度焦灼状态。此外，12月19日，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重创俄第76空降师装甲集群的战斗过程，这是一场典型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参战乌军包括第7空降军、炮兵和特种部队，投入了无人机、地面机器人、海马斯火箭炮以及反坦克导弹，在精准伏击下摧毁俄军约20辆装甲单位，数百名空降兵伤亡。南线扎波罗热方向的胡利亚波列局势则更为严峻。从东南方向推进的俄军东方战斗群第38摩步旅和第57机步旅正逼近奥梅利尼克至胡利亚波列公路，一旦这条公路被切断，乌军守军将面临被包围的风险。目前室内战斗主要集中在科扎茨卡亚街与斯捷波娃街交叉口，东北方向的乌军第102旅和第106旅部分营，由于未能及时获知侧翼撤退信息，仍在坚守阵地，结果遭到包围并出现较大损失。为缓解压力，乌第17军已下令第33旅和第225突击团立即发起反击，在纳贝列兹纳街一带，第33旅的反击已经取得成效，而第225突击团正在与俄第57步兵旅激战，战果仍在评估中。不过，第225独立突击团是乌军中最精锐的进攻型部队之一，即便无法完全击溃对手，也有较大可能为被围部队打开撤退通道。与此同时，扎波罗热东部的乌第92突击旅和第110机械化旅防线依旧稳固，日前还在卡查普尼亚村附近全歼了一支俄军小型机械化纵队。在战场之外，乌克兰国防部长施米哈尔表示，所有前线方向的防御工事加固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前已建成2100多个排级据点，3000公里反坦克壕沟，1000公里混凝土障碍，16000公里铁丝网，并在各战术支撑点之间布设密集雷区。
此外，乌克兰特种部队19日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俄罗斯22460型巡逻舰和一座石油平台。乌克兰安全局还通报称，远程无人机在克里米亚贝尔贝克机场摧毁了2架苏27战斗机。可以看到，无人机已经能够直接打击并摧毁固定翼战机，传统战争的作战模式正在被持续改写。当欧盟提出的3大核心诉求被俄罗斯明确拒绝之后，布鲁塞尔的整体态度迅速发生转变。原本还试图通过外交措辞保留回旋空间的欧盟，开始正是一种越来越被内部认同的判断，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已经不再只是理论上的风险，而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现实可能。在这一背景下，12月17日，欧盟选择主动摊牌，推动一项被外界称为备战俄罗斯的法案，并迅速在欧洲议会获得通过，标志着欧盟对俄政策进入一个更为明确，也更为对抗性的阶段。这项法案的核心逻辑并不复杂，支持者认为，一旦欧洲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现有的制度和行政边界将严重拖慢军事反应速度，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影响战场走向。因此，欧盟必须提前拆除成员国之间的制度壁垒，建立军事深根区，让部队和重型装备能够在欧盟内部快速流动，不再受制于繁琐的审批程序。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示，这一思路在欧盟内部已经成为主流，反对和犹豫的声音明显处于少数。几乎在法案通过的同时，与俄罗斯接壤或隔海相望的8个欧洲国家迅速抱团行动，形成被称为北约东翼的小集团，并在芬兰召开峰会。这些国家普遍处在地缘政治的最前线，对安全风险的感受最为直接。对他们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会面对俄罗斯的压力，而在于何时、以什么形式出现。因此，峰会讨论的重点并不是抽象的战略叙事，而是极其现实的议题：如何获得更多防务资金，如何加快武器采购，以及如何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争取更有利的位置。在资金问题上，东翼国家的目标非常明确。一方面，他们希望尽快拿到用于强化防线的短期防务资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锁定未来数年的长期预算，确保在欧盟下一轮防务开支中占据优先地位。这一时间安排并非偶然，因为欧盟和北约内部评估普遍认为，未来10年内欧洲面临的安全压力将持续上升，真正的风险高峰可能出现在2030年代中期。换言之，即便俄乌战争在某个阶段降温，欧洲也并未预期一个稳定、长期的安全环境。除了资金和装备，东翼国家同样高度警惕来自俄罗斯的非传统手段，包括网络攻击、情报渗透以及军事力量在边境地区的持续施压。他们担心，即便没有全面战争，俄罗斯也可能通过灰色地带行动不断测试北约和欧盟的底线。在这种判断下，一些更具进攻性的设想开始被公开讨论，例如通过多方向施压，迫使俄罗斯分散军事资源，从而降低单一地区的风险。这类思路本身就反映出欧洲安全观念的显著转变。然而，欧盟在战略上趋于强硬的同时，现实层面的掣肘同样明显。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钱。对乌克兰的长期援助已经成为沈重负担，而同步提升自身防务能力更是进一步挤压财政空间。欧盟委员会提出，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作为资金来源，试图在不直接增加成员国财政压力的情况下，继续支撑乌克兰并推动欧洲再武装。但这一方案在内部引发强烈争议，一些国家担忧法律风险和潜在的反制措施，欧盟内部的分歧因此被进一步放大。与此同时，部分成员国开始公开降温。意大利等国家明确表达保留态度，认为过度激进的对抗路线可能把欧洲拖入更高风险的境地。美国方面也释放出复杂信号，一方面支持欧洲加强防务，另一方面却对欧洲的财政和战略选择保持距离。这种微妙态度使欧盟在安全问题上面临更大的自主压力。整体来看，欧洲正在一步步把安全焦虑制度化、长期化。从法律框架到预算安排，从联盟重组到军事协同，欧盟正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高强度对抗提前铺路。即便战火暂时远离，欧洲也已不再相信和平会自然回归。真正的不确定性
不在于欧洲是否准备对抗，而在于这种持续累积的对抗逻辑，最终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现实所触发。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